打猎这个行为让人类成为了地球的主宰，但当人类的祖先紧握长矛，目光如炬地注视猎物时，传染病也就尾随而来了。在上一讲正课里，咱们讲到了人类走出森林以后，意外地减少了传染病的困扰，从而存活了下来。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靠着打猎捕食，可以说把大陆上的动物基本都打了一遍，逐渐成为地球的主宰。那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的进程就一帆风顺了呢？当然不是。你还记得吗？咱们上一讲说的是换环境、吃熟食、数量减少，帮人类避免掉了一部分传染病。但是很多病原体还存在于动物身上呀，随时可能再次传染给人类。甚至很多今天的传染病病原体都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那这些病原体究竟是怎么不断威胁人类的？咱们一起来看看。你肯定知道，亲密接触是最容易导致传染病传播的。那我要问了，亲密行为的最终极阶段是什么呢？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是性行为，但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动物之间的打猎才是最密切的接触。这件事还要从吃肉说起。800万年前，咱们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不是生活在森林里吗？那时候他们主要靠吃水果为生，但是作为对生活品质很有追求的物种，他们对一件事一直都很执着，那就是吃肉。想吃肉就要打猎。是的，在人还不是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打猎了，而倒霉的猴子就经常成为人类祖先的猎物。当然，猴子不可能不反抗，所以在打猎的过程中，双方都有可能受伤。而当双方都存在伤口的时候，病原体就有可能在猴子和人类祖先之间传播。更可怕的是，不只是打猎的过程会导致病原体传播，打完猎之后，传播还在继续。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他们捕捉到猴子之后，显然都没有条件在明厨亮灶的厨房里进行烹饪。因为缺少工具，只能把猎物撕咬开来，在雪花飞溅的过程中，血液、唾液等各种体液都会接触到捕猎者身体的各个部位，包括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以及身上的伤口。于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了非常彻底的体液接触。不难想象，如果有病原体存在的话，发生传播那简直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在人类早期，打猎意味着终极的亲密行为，也意味着高到极致的传染病风险。但是注意，咱们这儿说的是，如果病原体存在，是个假设。这些动物身上真的有那么多病原体吗？答案是，不仅有很多，而且很致命。咱们一起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吧。从这个例子，你就能感受到，先别说在原始时期那个微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时候，即使到了20世纪，野生动物身上的病原体可怕程度也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因为很多灵长类动物是重要的实验动物，所以从20世纪开始，很多公司都会购买灵长类动物做实验。到今天，甚至已经形成了完善且发达的产业链。1989年，一家美国公司从菲律宾进口了100只野生食蟹猴。在收到猴子后没多长时间，他们就发现这批猴子不断死去，而且它们的脾脏被完全破坏，简直就成了一团血块。一开始公司也没重视，直到有一天，负责检测的专家发现，导致这些猴子死亡的原因是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的可怕之处你肯定有所耳闻，平均病死率有 50% 左右，传播能力也极其强大。比如2014年左右的西非埃博拉疫情，一开始只出现在几内亚的一个偏远村庄，但很快就传播到了全球很多国家。而这家进口猴子的公司运输路程特别漫长，从菲律宾到美国，这些猴子坐过汽车，坐过飞机，很多员工都和这些猴子有接触，而且没有足够严密的防护措施，他们都有可能感染上埃博拉病毒。还不仅仅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慌神了，因为这家公司位于一个叫雷斯顿的小镇，它离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别近。试想一下，如果埃博拉从这个小镇传播出去，甚至可能让美国的首都在地图上被抹去，后果之可怕难以想象。野生动物身上病原体的致命性，你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了。不过幸运的是，这次事件没有任何一个人感染埃博拉病毒。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军方出动啊，
他们封锁了大楼，处死了楼里的所有动物，而且对大楼进行了彻底的消毒。同时，还因为这些食蟹猴身上携带的埃博拉病毒是一个全新的病毒株，它只感染猴子而不感染人类。这场擦肩而过的灾难时刻提醒我们，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着可怕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随时可能在人类文明中兴风作浪。今天尚且如此，更何况是卫生条件等等都很不发达的原始时代。这个时候有人可能问了，这么看来，有不少可怕的病原体根本就不感染人类，那它们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呢？当然也不是，因为病原体是会变异的。咱们前面说了，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对吃肉是有强烈的意愿的，所以早在800万年前，不同灵长类动物之间就已经存在病原体相互传播的现象了。而在这800万年时间里，共同祖先逐渐分化出了人类和黑猩猩，而不管是人还是黑猩猩，都把爱吃肉和打猎这俩习惯保留了下来。打猎习惯的保留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后果，病原体在不同动物之间传播混合，那些本来不能传播到人身上的传染病，也有可能随之发生变异。咱们还是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在非洲有这么2种猴子，分别叫做红顶白眉猴和大白鼻长尾猴。这2种猴子有2个共同点，一来它们的体型都很小，都打不过黑猩猩，所以都在黑猩猩的菜单上。二来，它们都会被猴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这种病毒的缩写是 SIV。虽然都是 SIV， 但是这2种猴子身上的 SIV 也不完全一样。在和这种病毒共存的几百万年时间里，病毒也随着演化形成了不同的病毒株。接下来，也许是一只黑猩猩先后吃掉了2种不同的猴子，于是感染了2种不同的 SIV。也许是某一种 SIV 先在黑猩猩的种群里传播，然后另一种 SIV 接踵而至。也许是2种 SIV 都伴随着捕猎行为进入了黑猩猩的种群。没人能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某一个时刻，2种 SIV 在某一只倒霉的黑猩猩身上相遇了，而且交换了基因片段，进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病毒，叫做黑猩猩 SIV 病毒，也就是能让黑猩猩出现免疫缺陷的病毒。如果故事停留在这一步，也仅仅是动物界的悲剧，和人类还没有关系。但是别忘了，和黑猩猩一样，咱们人类也把打猎的习惯保留下来了，更何况人类早已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要是想下手的话，灵长类亲戚们真不是对手。那么，当人类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森林时，会发生什么呢？除了有计划的捕捉猴子和猩猩之外，在很多地区，人类的祖先们都会把灵长类动物当作美食。对于食不果腹的人来说，就算你告诉他吃猩猩吃猴子可能会危及全人类，但谁也不愿意被饿死，是吧？在某一天，一个英勇的人类猎手在捕猎黑猩猩的过程中，将黑猩猩免疫缺陷病毒带进了人类社会。他摇身一变，有了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 HIV，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它引发的疾病我们都知道，叫艾滋病。所以说，即使是以前不会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在今天也可能产生变异，之后传到人身上。即使是今天不会传染给人类的病原体，在未来变异之后，也有可能传给人的风险。好了，听完今天的内容，你应该至少明白了一件事，在人类走出森林之后，也仍然被其他动物身上的病原体困扰着。这个传播路径是这样的，人类在打猎过程中会跟动物发生亲密接触，而这些动物身上往往携带着很多的病原体。这些病原体在不断传播的过程中变异，给人类带来了致命打击，甚至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病原体，在几百万年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这不禁让我们感慨，所有的馈赠早就在暗中标好了价格。人类的祖先靠着打猎打败了对手，称霸全球，但是也不得不接受打败的对手身上的病原体以及他们带来的无尽凶险。这就是今天的内容，